么说今天直接开始磕？为什么？今天新闻非常非常多啊。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巴以今天停火了，而且是罕见停火，压根儿没想到他俩就这么好模样的敲着摸着谈成了，对不对？而且第一天，今天9月1号啊，兄弟们是第一天，直接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刚停火不到2个小时呢，以军直接杀进拉法了，而且就这么好死不死好巧不巧的，咋回事呢？在拉法直接发现了6具尸体，早不发现晚不发现，哎，就在停火的第一时间发现了，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纯种的美国国籍的人。当时以色列国防部就说了，妈呀，坏了，你看见吗？我就说他们不是人吗？骂谁呢？骂哈马斯，说哈马斯把这个人质给撕票了。然后顿时间又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又出啥事了呢？美国也发生了，美国谁？美国大哥老登同志啊，也发生了，就对此表示震惊与愤怒。内塔尼亚胡也直接道歉了啊，内塔尼亚胡直接道歉。那么问题来了，这什么个情况啊？人质被杀到底怎么个事儿啊？那为啥道歉呢？我估摸也是小椅子干的，家人们，你跟我想的一样，但是我没有证据，我查了全世界的新闻，我都没有证据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家人们，什么事儿呢？跟咱家有关。我相信兄弟们、家人们、ladies and gentlemen，你们绝对看新闻了。什么事儿？今天是个好消息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家人们。菲律宾那个坐他的那个破船，有一个海警船。停了在仙宾礁，就是赖着130天都没走，饿的都狼娃自己都喝尿了。那个船啊，突然间动手了，说至少3次撞了咱家的海警，说5205号舰。但这次菲律宾狗急跳墙的下场那可不太好啊，兄弟们，不但船体被撞出来个大窟窿，更是被直接差点顶出了仙宾礁的范围。那么家人们，问题来了，这次都动手了，有人说了，苏啊，太解气了，但是我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啥呀？他说为啥不一鼓作气，是不是把仙宾礁那个破船，那个菲律宾那个破海警船给干出去啊？留他那么一线干啥呀？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不稀了跟他相见，我不需要跟他相见呢。但这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家人们，就是大家又非常关注的。哎，今天都是大话题，如果放在日常，那都是劲爆新闻，都得是头版头条。哎，但是今天第三个话题是什么呢？你们特别关注的外蒙能不能出事儿？马上现在是多少啊？现在是9月1号了，对不对？9月3号有个事儿啊，说普大帝要去呀，对不对？普大帝要在9月3号要访问蒙古国，乌克兰以及北约多国还有国际法院对蒙古直接下令了。指鼻子就威胁啊，说我告诉你啊，小蒙古就是外蒙是吧？你要是但凡普大帝到你家了，你必须给我逮他。那么问题来了，蒙古国敢不敢下手？你们觉得他敢的给我扣波1，家人们，不敢的给我扣波2。那么这次普大帝去蒙古国到底是干啥去了？是安抚？是兴师问罪？还是威慑？对吧？他真的安全吗？这是第三个话题。第四个话题，家人们，今天也是你们非常关注的。我一上来，家人们你就说了不敢是吧？我也觉得他不敢。我一上来就说莫斯科，一打莫斯科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是关注这事儿了。说美军 RQ-4 全球鹰无人机从罗马尼亚巴干起飞了，直接杀进了俄罗斯境内啊，啪啪一顿探查，一顿溜达。转头乌军直接对莫斯科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到底是巧合呢，还是准备好的呢？还是说美国已经准备下场了呢？我觉得美国准备下场这事儿是不能够的，但是不是巧合，我觉得也不是。那究竟怎么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家人们，有人说塞尔维亚背叛了。哎，今天有没有看这新闻呢？说武契奇背叛了塞尔维亚，说背后阴了俄罗斯。怎么个事儿呢？说塞尔维亚现在呀不买东方大国俄罗斯的战机了，转头去买法国的阵风战斗机。那到底是武契奇要背弃东方大国俄罗斯投靠北约，还是武契奇另有打算啊？这个事儿咱们也浅的聊一下。这个事儿在今天谈不上什么头版头条了啊，今天消息都非常狠啊。但是呢，咱必须得说今天的头版头条什么事儿呢？今天中午啊，1点34分，环球时报报的有个新闻，标题是什么呢？就标题啊，就是拜登声明感到惊讶，感到愤怒。而且我也看那个视频了，人说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为这件事情感到愤怒啊，感到惊讶呀。什么事儿啊？我就一瞅啊，
对吧？这一消息一出，好家伙了，迅速冲上这个头版头条，那全网关注量直接干上去上千万次了。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什么呢？老登震惊了，老登震怒之后，紧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新闻，在第二条挨着它啊，什么新闻呢？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道歉，这个事儿也直接冲上热搜了。当时我纳闷了，我说一个是这个老登震惊啊，老登愤怒啊，然后一个是内塔尼亚胡道歉呢，咋就这么多人关心呢？什么事儿啊？是在关心老登会不会被气死，还是内塔尼亚胡道歉之后会不会准备辞职啊？于是我就查呀，因为没有啥内容，就这俩事儿，我就查为啥道歉呢？是不是为啥就感到愤怒了？我以为说老登因为内塔尼亚胡干了加沙，干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约旦河西岸这帮难民，他感到愤怒。然后内塔尼亚胡因为他之前做的错事他感到道歉。结果兄弟们，我是真高估我自己了，我是真低估他们了，就不能拿人的标准去衡量啊。有人说为啥呢？这一查，兄弟们，好家伙了，你猜咋的了？家人们，你猜咋回事？有没有人知道的？震惊了，原来是巴以在今天正式停火了，而且是第一天停火，然后以军就在停火之后2个小时还不到，直接冲到拉法一个地道里面，就这么准啊，兄弟们，冲到这个地道好死不死，咱就发现了6个以色列的人的尸体，而且其中2个还比较特殊，有一个人呢直接就是美国国籍，另外一个人家人们是有美国跟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而老登说震怒啊，愤怒啊，家人们，肯定就是因为啥呢？我估计就是因为整个现在说是那个美国这个人不是没了吗？死了吗？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有人说是谁呀？他是谁呢？他是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混血。那么至于内塔说你道歉是因为这个消息曝光之后，这个以色列不少人还有几个组织都疯了，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叮当456一顿骂，说如果你早答应一点交换这个囚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然后借着这个事儿就让内塔尼亚胡下台，朋友们，所以内塔尼亚胡直接出面就道歉了。而内塔尼亚胡的道歉说白了也是被美国人摆了一道。原本的内塔尼亚胡吧是借助美国人死在加沙，逼着美国做出表态，结果这个美国转头就煽动谁呢？ NGO 组织开始对内塔尼亚胡发起进攻，要求他下台。而内塔尼亚胡他毕竟是个老狐狸啊，是不是？他一看这美国人打算跟我玩阴的呀，跟我玩逼宫那一套啊，看我不听他话，我跟特朗普好，他干我呀。当时将计就计，兄弟们，先是道歉，然后在道歉的时候呢，直接宣布了，说这个回怼这些哈马斯啊，说这些人就是被哈马斯撕票的，哈马斯必须得负责任。又来了一定说会继续消灭哈马斯这个言论，一下就把美国这个舆论就给化解差不多了。咱说白了，这完完全全就是内塔尼亚胡和老登一次交手啊，然后被舆论给吵起来了，家人们。至于这几个人是不是真的人质，然后被哈马斯到底是不是哈马斯撕的票，那都未可知啊。你们觉得是？我觉得太奇怪了，这也巧合他妈给巧合开门，巧合到家了呀，对不对？反正我觉得不是哈马斯干的。在拉法口岸，拉法在哪儿啊，家人们？拉法口岸把守这个口岸都是以色列的兵啊，对不对？那谁干的呀？我们不知道。为啥就停火的你早不发现晚不发现，停火的时候你才发现呢？而且不到2个小时啊！而且你到这个拉法地道，你就发现6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美国人，里面还有一个俄罗斯人呢，对吧？因为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家人们，为啥我说呢？哈马斯跟以色列正式达成停火协议了。但是停火协议的最终版本，家人们，在以色列的要求之下，一改再改，最后居然改成什么呢？叫分3次停火。兄弟们，你们见过说停火分3次的不？我见过付款分3次的，真的我没见过停火分3次的。也就是把加沙画成3个小图，隔成3个部分，先是加沙中部停3天，然后加沙南部停3天，最后加沙北部停3天。按理来说，这么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停火协议，哈马斯根本就没必要答应。但是有人说了，我也觉得哈马斯没有必要答应。那哈马斯为啥答应了？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加沙是最好的机会得到水源，得到疫苗，
什么概念？现在加沙所有的水源啊，你们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就是这么夸张。兄弟们，我说了，但凡要开第3篇章，必然是现代化科技战加上生物战。就所有咱们说的这些东西，所有在世界上没有被用的阴损狡诈坏的武器，所有在世界上没有被用的高精尖的武器，都在中东进行了实验。就像这次为什么加沙被逼无奈接受停火的，你们知道吗？加沙所有的无一例外，所有的水源都被检测到了诱发脊灰病的病毒有多损。这个玩意儿专门针对谁呢？大人还好，专门针对小孩，知道吧？祖国的朝阳就是小儿麻痹，咱们能听懂的。而加沙总共有60万儿童，咱就是说，如果这次不答应停火，这60万儿童怎么办？而且他的致死率是在60%，知道吧？所以说，你说就是因为以色列投毒被弄死吗？加沙认了吗？肯定不行啊。其实哈马斯也想硬撑过去，根本不可行。从6月份发现第一个被污染的水源开始，到8月份，家人们，那都不只是水源了，本来就没水喝，本来就没饭吃。结果现在不但水源被污染，仅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水源被污染了，而且连食物里面一部分也被污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家人们，哈马斯除了接受停火别无选择，懂我的意思不？他是要从根上灭你啊，从你孩子开始灭你啊。很多人说什么哈马斯停火啊，为了运送炮弹，可是你们看看家人们，你们看看最新的停火模式，分了3个部分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意味着以军时刻都在加沙作战，意味着今天老子想干，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你怎么趁着停火送武器呀？根本就没有机会。那么说回这次老登震怒和什么震惊这个事儿，我就这么说，虽然美西方媒体就直接集体宣布说这6个人都是被什么哈马斯撕票的，妈人质太可怜了，但真相绝对不是这样的。之所以要大肆渲染这个事儿，兄弟们，你们能想明白不？我相信家人们你们都是有格局的。为什么以色列包括老登要大张旗鼓的大肆渲染这个事儿呢？你们有没有知道？我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太害怕这次短暂停火期间太安生了，最后变成长期停火，然后美国抽空直接把他给收拾了。所以说内塔这次刚一停火，趁着加沙儿童接种什么脊灰疫苗的空档，挠了一下干拉法去了，然后伪造了这一次哈马斯撕票弄死人质的情况。我估摸就是以色列那个德行，以色列人那个德行，这个人质不一定是谁杀的呢。有人说不可能吧，自己家人杀自己家人，妈呀，那可背不住。前一段时间天上有一个机长把让人给干下来了，他自己的人质直接让他干半窝。那人家那个以色列那个就是人质的那个媳妇儿都说了，我们人质一共有600来个人吧，还是100来个人，160来个人，说人质往哪儿走，以色列的炮弹就往哪儿走。你说这是为啥呀？对不对？而且以色列还有一个贼丧尽天良的法案，就为了不让什么人质落在别人的手里，叮当456自己先干。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的？所以说这次未必是哈马斯干的，要不然咱就说怎么这么巧呢？人前脚被杀，尸体热乎着呢，让你以军发现了，这不扯淡的吗？放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呢，对不对？那这如果电视剧里出现这种事儿，第一个审问的就是发现尸体的人。结果这个以色列就是不这么干，把矛头直接对准哈马斯撕票这个事儿上，然后还专门把一个美国籍的壮汉给特意强调一下，这才有了老登说哎呀感觉特别震惊特别愤怒这个新闻报道。但是要我说老登就没事闲的人吃饱撑的。昨天美国籍有一个叫什么救援车队在加沙调查这个脊灰病毒这个事儿，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感谢大家这边调查刚一开始，一共就看了2地方，好家伙了，家人们，这个美国的救援车队正开车往下一个地方去呢，结果走在以色列控制区的路上，咣直接3枚火箭弹叮当456干过来了。紧接着以军 F-16 战斗机迅速贴近，直接打开机炮，叮当456一顿低空扫射。好在美国人面对这种事儿经验丰富一看到 F-16 来了，车上仨人，二话没说撒丫子跑。
最后只有一个人摔死了，剩余2个美国人呢险而又险的回到安全的地方了。你说这个有点搞笑了吧，对吧？被以色列人行动导致死亡的美国人，你老登你不震惊，你不愤怒？一听以色列说发现一个美国人的尸体被哈马斯给干了，你搁那震惊，你搁那惊讶，你惊讶啥呀？你有啥可惊讶的？你太双标了吧？再有就是为啥我这么肯定这次是内塔尼亚胡为了战争能继续下去搞的舆论战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兄弟们，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目前来看说哈马斯为了停火，为了接收援助才停火，这是扯淡的。刚才我说了，说以色列叮当456还是在干，每天都在加沙地带，但是以色列通过这几天接受补给，那可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为啥呢？就在今天，家人们啊，就在今天，美国6架 C-130大型运输机直接一脚油门干到了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嘎嘎一顿卸货呀。卸完货之后，家人们直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你说这批物资它是给谁的呢？朋友们，脑筋急转弯来，给谁的？卡塔尔卸的货，6架 C-130大型运输机，卡塔尔卸完货走了。很明显是给以色列的，同意不？至于为啥不让这个 C-130直接飞到以色列去送货，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哈马斯这边虽然答应停火了，但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有伊拉克反美武装那边火气正大呢。前2天美军运输机到以色列差点被干，前脚到前脚走，后脚被炸了，差一点就被干了。你说的美军这次敢直接送给以色列吗？对不对？我跟你说，脑袋瓜血尖的都不敢呢。而且就算美军敢，以色列他也不敢赌啊。上一次就是美军那个物资刚到那儿，屁股没捂热乎呢，大半部分全给干了，连运输机都差点没被干了。而且兄弟们，这些武器可不是免费的，你们以为美国这么好心给以色列免费供武器吗？是他爹也不行，知道吧？亲兄弟明算账，这些武器都是以色列贷款买的。万一真的刚送过来，又像上次叮当456被干了，武器没有，钱还得照样还，所以还不如你直接送到卡塔尔呢，然后陆路直接运输，主打的就是一个得劲儿安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兄弟们，咱们家直接前2天推测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次以色列为啥这么干脆答应停火，就是美国承诺给他援助武器了，所以说以色列答应的才这么痛快。而现在为啥停火第1天，以色列就公布哈马斯撕票人质，还弄死了美国人？兄弟们，咱说白了，就是要为了接下来补给完成之后继续开火埋下伏笔。毕竟以色列人质被撕票，那内塔尼亚胡无所谓，但是美国人质被撕票这事传出来，那不行啊！美国人要没有一点表示，肯定是不行的呀，对不对？最后家人们啊，咱们总结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就是什么呢？加沙这60万儿童真可怜，被人投毒就算了，好不容易停火接种疫苗，结果这个以军还分了3块，这边停火，另外2边继续干你。就这种情况，这60万儿童能有多少幸免于难的，咱都不敢想。其次，哈马斯我跟你说啊，也得注意了，这次停火，以军的行动不会停止的，如果放松警惕，必然会出大事儿。最后就是这次停火，大家也看见了，从一开始没有什么好兆头，现在美国那一边呢，又因为美国人死在加沙，开始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估摸啊，这次停火很有可能会在以军的突袭之下提前结束。但凡以军接受到了足够用的面对黎巴嫩包括加沙足够用的武器弹药，他绝对会再次对加沙或者是黎巴嫩开火动手。到那个时候，这个中东局势如何发展，那就得看伊朗这边有没有动作了。然后咱们说完这个，我估计家人们你们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南海的事儿太炸裂了。家人们有关注南海这个事儿的兄弟们给我扣波1来，所有老铁们关注南海这个事儿的给我扣波1。今天可以说这个事儿是刺激他妈给刺激开门，刺激到家了。昨天中午最新消息啊，我估计不少人已经刷着了，是不是？什么事儿呢？其实对咱们来说是个好事儿。菲律宾海警船连1个星期都不到，又开始嘚瑟，上蹿下跳，跟一个疯猴子似的，开着他那个破船，破烂海警船，对着咱家的海警船叮当456又干了至少3次碰撞。就这个消息，很多人一听，妈的，小飞猴子又来干咱们来了，那太生气了，说都这样了，为啥不干他？干他呀，是吧？前2天不是说了吗？我们都已经说了，忍耐是有限度的呀。
哎，怎么说，家人们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非常理解。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叫一个气呀，生气。当时我就想了，你这早点给飞猴子叮当456来2炮，他凭啥敢这么嚣张？一个月叮当赚我们好几回呀。虽然说没什么闪失，但闹心呢，对不对？但是啊，就在我生气的时候，我点开咱家央妈昨天下午发的现场视频，我这么一看，嚯，好家伙了！我发现一个重点，兄弟们呐，而且不少人啊，因为太生气了，压根儿没注意到。你们知道这次撞船事故发生的是没错，但是家人们，你们知道是谁撞的咱家船吗？有没有人知道？撞咱家船的那个菲律宾海警船是什么号？是哪个号？家人们，是9701号。9701号件有人说什么玩意儿？咋的了？有啥特殊的呀？我跟你们讲，太不一样了。央妈这个视频说是公布现场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就是个报喜的视频，因为菲律宾这个9701号舰就是让咱们天天生气，气不打一处来，在仙宾礁臭无赖啊坐滩超过130天那艘破船，就是大家每次说起来嘎嘎生气那艘，就那个玩意儿。哎，那么说到这儿，我必须要先给大家说一个开心的结果，兄弟们。哎，对，拉裤兜子号，家人们啊，我跟你说，今天一个开心的结果，来，好日子直接给我走起啊！然后再说过程，结果是什么呢？坐滩这个这个仙宾礁的这艘菲律宾的9702号海警船出事儿了，船锚直接让人给干断了。这都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什么呢？家人们，你们看没看那视频？就我们这边压根没事儿，叭一顶这个地方硬薅的啊，给它顶出去2公里多，就一直顶顶出去2公里多，而且这还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消息呢。到我开播之前，兄弟们，我又问了一下南海那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止2公里了，而是稍稍你再这么使一点劲儿，菲律宾这艘破船就直接被推出仙宾礁的范围了。家人们，我没有说错，你也没有听错，忍耐是有限度的，咱就是有限度的。小飞子，你给脸不要，那就直接动手，我帮你体面，对吧？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说既然动手了，那叔啊，为啥不一口气干死他呀？你彻底干，你再怼一点啊，怼点给他怼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为啥还留一线呢？还留点距离呀？难道是要等着咋的？菲律宾自己出去啊？他有那脸吗？这是不是想的有点太美了？哎，我只能说啊，留这么一点距离，那绝对是一个妙招，绝对是一个佳计。有人说为啥呢？要想明白这个事儿，家人们，咱就得彻彻底底的。你们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过程，今天叔给你们描述一下，好不好？这次菲律宾这个9701号坐滩军舰到底是咋的？被咱们差点给顶出仙宾礁的这个事儿，家人们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昨天的凌晨啊，昨天凌晨，当时咱家3艘拖船已经干过去了，原来说是1艘，这次干过去3艘。前2天刚说完啊，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是不是？赶紧把你家破船给我拖走，结果没吱声。今天兄弟们，昨天啊，直接干过去3艘，分别是什么呢？你们看看咱这个阵势啊，1艘5000吨级别的南海旧116拖船，加上2艘2600马力的南拖175和南拖185船，然后这仨巨将啊，在咱家海警的像什么5205啊、3104啊、4303呐，这3个舰到期之后，家人们二话没说，6大猛将浩浩荡荡、五五玄玄，直接干到这个坐滩破船，就超过130天，这个破船直接干过去了。菲律宾9701号舰当时啊，这艘船上菲律宾人在那吃着啥玩意儿呢？唱着歌，天天这不能说吃着啥，也没吃了，喝着自己尿，唱着歌，完了自己寻思自己啥时候死了，反正这个没有听见动静，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当他们有人听到动静之后，老铁们再一上甲板一看，当时坐地下了，我的个妈呀！6艘船已经是走到他们跟前了，眼皮子底下什么概念啊？肉眼就能看到对面甲板上人长啥样那个距离，兄弟们，这给菲律宾这帮小猴子吓的，哎呦我的妈呀！当时清醒了，挠挠往上窜呐。那你说菲律宾人要怎么样？他怎么想？前天刚说完，
菲律宾，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好，这次直接拖船加海警船6-1呀，直接干到你跟前了，你就大傻子也知道这次是在收拾你的呀，对吧？于是乎呢，菲律宾这个船员当时蒙圈了，蒙了得有1分钟，二话没说，立马通过卫星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菲律宾政府了。当时小马克思一听，他也蒙圈了，吓一身冷汗呢，咋觉得自己咋做都不对，怎么做决策都有点悬。于是乎，老铁们咋办了呢？又把这个消息直接报告给了美军印太总司令，叫帕帕罗啊，就是啥都怕，就帕帕罗。而情况报道完这个印太总司令这个地方呢，性质变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这个人，他是今年5月3号才刚刚上任的。他的前任怎么下台的？家人们，你们记不记得？曾记否？这哥们的前任咋下台的？说白了，就是挑衅不成，反而中了龙国圈套，是不是？最后导致菲子这边南海的势力越来越弱。所以说，这个帕帕罗自从5月3号上任印太总司令之后，那就一个态度，老子就是强势，老子就是拿捏，要不然这货怎么可能在28号的时候说啥来着？记不记得28号这个货帕帕罗啊，说什么美军要给菲律宾的补给船护航，记不记得？那么了解完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人帕帕罗这个人，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货面对这次情况，如果你是他，你该做何选择？压根儿就不可能跟咱来软的。而事实也就是这样的。小马克思把这个消息一说，当时啊，美军印太总司令这个人帕布罗就来劲儿了。为啥呢？因为这个鸟货他就觉得说，龙国呢，我们是大国，我们不敢轻易动手，我们就是吓唬人，根本就不敢动手强行拖走菲律宾那个破船。所以说帕布罗了解完情况之后啊，直接就打算来硬的。他这么跟小马克思说的啊，说小马啊，我知道你现在挺难的，你真的大哥给你出个主意，我命令你立马出动军舰，包括你家海警船，火速支援宪兵礁。这次美军战斗机，包括RC-135侦察机，你放心，我知道你害怕，大哥保护你。我们的战斗机，包括我们的侦察机，而且是 RC-135啊，直接侦察机去给你提供后勤保障。这么的兄弟，你就来硬的，你就猛猛干，你就猛猛拉，龙哥绝对不敢把事儿闹大。哎，他说龙哥慈祥啊。怎么说呢？或许有老铁就觉得说帕帕罗说这个话太狂了，但是家人们，我还真得说句话，这哥们儿说的也不是全错。最起码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咱真不想把事儿给闹大了。倒不是说咱不敢，对不对？而是解决南海问题，咱们必须得分上中下3策。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没有任何的硝烟，逼着小飞子赶紧给我滚蛋，因为干你都真的是脏了我的手。对不对？这是拿什么叫什么？拿大炮轰蚊子，小题大做。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你，你直接你就认怂，你赶紧走，认清楚你自己什么样。这样呢，对于整个的经济、整个的布局、整个的牌面、整个的剧本都不会有影响，而且还能提高龙哥在国际上，包括在亚太的地位和威望。而最差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大打出手。兄弟们，一旦大打出手，这个事儿直接第一点给老美落下画饼，第二点落到了美国的包围圈，知道吧？现在美国马上降息了，家人们，9月份了，美国要降息呀，他就盼着咱家这出事儿呢。我们说不跟他一起降息，你降你的呗，我们打算你降完息之后1个月之后我们再降，对吧？优质资本直接回流到我们这不好吗？为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仗呢？所以他就怕我们这边出事儿啊，这是下策。所以这个美军印太司令第一时间想要来硬的，直接把事给闹大。我跟你说家人们，站在一个高格局的角度来讲，他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问题呢也就出现在这儿了。你说他老美那就是一根棍儿从嘴里进去从屁股里出来，对不对？他那点小心思小策略，我们是有兵法的，我们是5000年传承，我们猜不着吗？对不对？所以说这边美国人跟菲律宾的联合行动刚开始，家人们，美军印太司令直接就傻眼了。什么概念呢？原本家人们啊，宪兵礁距离菲律宾它也不算远，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美军的战斗机刚起飞，
不用跑几步路，直接就能影响到仙宾礁的局势。可是老铁们啊，美军战斗机有人说起飞了吗？还真飞了，真干过来了，家人们，真干过来了。干过来之后直接蒙圈，瞬间石化。有人说为啥呀？家人们，马上进入到仙宾礁空域了，结果雷达上连个雪花都没有，连个毛都没有。一看这情况，家人们，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当时急眼了，赶紧调集啊美军的南海那个侦察卫星，叭叭一顿看，一顿溜达，一顿寻呐。这一看好嘛，家人们，他龙国的拖船距离菲律宾9701号舰的距离，我估摸10米都不到。这一下，美军印太司令部终于明白他们俩到底咋回事啊？这啥意思啊，家人们？有没有人知道的？为啥没有，连个雪花毛都没有？一用卫星看，不到10米的距离了。电子压制了，家人们，直接给你电子压制。卫星能拍到光学照片，它的雷达啥都没有，知道不？那咋整啊？蒙圈了。按常人的思路来说，美军在南海这边那几次电子战，我们知道的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家人们，你可要知道，电子战在南海这个地方从来就没停过。但在小本的小韩那边从来没停过。上一任美军印太司令也是因为这事炒鱿鱼的。他帕布罗哥要是真懂事，直接你就退下你就得了啊，给你点脸，你就直接你收着，给你个台阶，你赶紧下。反正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除了仙宾礁之外，还有哪儿呢？黄岩岛和仁爱礁，他们可以搞事儿啊，对不对？结果这个帕帕罗呀，真是个愣头青，真的这蹭流量。你知道吧？这个战斗机被这个毁掉之后呢，他一气之下直接命令 RC-135这个巡逻机继续朝着仙宾礁的空域飞。我告诉你，正常人不会这么去干。与此同时啊，还另外派出去了一架叫 P8A 反潜巡逻机，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对吧？干啥呢？说白了，他是觉得空军不行，就打算直接让美国的海军在南海的3艘军舰到达仙宾礁之前显摆一下。但是呢，由于美军现在南海这边，兄弟们你们知道，要军舰没军舰，要潜艇没潜艇，要航母没航母，心里慌的都不行了。所以说必须得先让这个 P8A 反潜巡逻局去探探路。那么说到这，老铁就问了，说这个美军印太司令部玩这么大，这菲律宾不得兴奋死啊？那这美军要介入了，这是啊？哎，你们要这么想，家人们，你们就错了，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想想啊，为啥29国这个国防部喊话忍耐是有限的？31号是29号吧？我没记错吧？29、28应该是29啊。就国防某部门直接喊话说忍耐是有限的，31号才出手啊。你认为这是给菲律宾机会吗？错了。为啥呀？这是在我们准备包围圈呢。就像这次，家人们，你以为海上只有海上要包围圈吗？空中直接给你锁死了，知道吧？空中都给他锁死了，那海上还能动手吗？这次美军还寻思让军舰切上去，直接给咱上火上压力呢，屁用没有。P8A 再包括那个 RC-135全都被挡在新滨礁空域之外，压根儿你就是个睁眼瞎，你啥也看不着，你连导航你都打不开。而仙滨礁内部的事儿，家人们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靠美国的卫星一点点的间隔几分钟拍一张照片，间隔几分钟拍一张照片，了解情况。有人说那照片也行啊，卫星啊太慢了，家人们，这是现代化战争，过去几分钟你知道能发生多少事儿吗？对不对？至于菲律宾派出去的3艘海警船，包括4艘公务船，有人说妈呀，这菲律宾还派船了呢？对，菲律宾也派船了，你们在新闻上可能都没太看见，对不对？就看见那个 P8A 巡逻机了，菲律宾也派了。菲律宾这次派了3艘海警船，4艘公务船。你别说这个闯入仙滨礁范围了，我告诉你，电子战压制之后，直接导致 GPS 信号就没了，直接全频断网。这几艘船差点在菲律宾的海域迷路，在自己家迷路了。而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想把事儿给搞大，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甚至说美军他都想不出别的招数了。那既然他没招呢，那刺激事就来了呗。
在完成了遏制美军行动，包括菲律宾行动之后，兄弟们，这个时间大差不差的，从清晨呢直接就干到中午的11点多了。哎，这意味着啥？知道吗，家人们？这次我们先干了美军的 P8A， 再包括 RC135这个电子系统，包括菲律宾的3个军舰和4艘公务船啊，3个海警船、4艘公务船，电子系统直接给你拉报废，给你拉满，意味着什么？知道不？它不是说我意味着我整个要把你怎么样，是直接顶鼻子告诉你老美，告诉菲律宾，你再挑事儿，电子战这一块你别拿捏了，你别再操了，你别再实验了，你在这块对不起，你真不是个，你就是个小咖了，我干你就像爷爷干孙子，大人打小孩，我也不想欺负你，你再也别来了。什么概念？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兄弟们，知不知道？而且老铁们，没招数之后，我刚才说了吗？刺激的事就来了，收拾完他们，时间到了昨天的11点多中午，当时菲律宾这个9701舰嘛，瑟瑟发抖，几个小时之后，一看几个小时都过去了，援军跑哪去了？没有啊！而且不但援军联系这个没有了，兄弟们，最夸张的是跟外界一点都联系不上了。那咋整啊？这菲律宾这个9701号海警船当时蒙圈了，一看这个紧急方案，那美国给他这个紧急方案嘛，说到了紧急方案直接起锚。你们没听错啊，这个美军给菲律宾准备了一个紧急方案，这个紧急方案是啥呢？就是直接把自己给弄报废了，然后就跟那个马德雷山号一样，直接咔嚓彻底坐滩。哎，就这船我不要了。很明显这个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兄弟们，我们仁爱礁那个什么马德雷山号已经太多了，不能再出现一艘类似于马德雷山号的舰了，对不对？所以说家人们，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刻，这菲律宾这个9701号船这个船长啊，直接下令收起船锚，加足马力，趁着咱家拖船南海救116号准备出手的前一刻，突然之间左盘旋右舞蹈，一个猛攻加启动，对着咱家护航的那个5205号海警船叭就干过去了，一头就撞过去了。而就是这么一撞，兄弟们，你们知道有多搞笑不？当时我估摸咱家那的纹丝没动，当时这个菲律宾还寻思呢，这能多撞几把把事给搞大，能不能行呢？结果兄弟们，咱就说这么一撞，我的个天老爷呀，咱这边就一个小坑，而菲律宾那边船咕咚出来一个1米多宽的大窟窿啊！你们没听错，1平米的大窟窿，发动机鼓鼓冒黑烟呢。要说这个事儿，兄弟们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毕竟上次菲律宾船也撞了个大窟窿啊。那为啥这次要专门提一下呢，家人们？因为这次有个倒霉催的，美国一看这个事儿，挠给他一顿骂。你猜谁被骂了，兄弟们？你猜谁被骂了？菲律宾船被撞了一个1平米大的大窟窿，小本的被骂了。蒙不蒙圈，兄弟们？小本的直接被骂了，为啥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菲律宾这个9701号舰是日本30重工生产的，哎，那是匠人精神呐，那是日本的匠人生产的。30啊，兄弟们，原来是军工厂啊，30原来军工厂，后来生产民用车的。去年好像是30，包括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丰田又改为军用了，对不对？30重工生产的小飞子的9701号舰。当时日本人给菲律宾造这个船的时候老牛了，说你拿我这船吧，天下无敌手，你在南海你就螃蟹，你横着走。结果咔嚓一撞，嘿嘿，直接一个撞击，咱就是掉了个皮儿。它1平米的大窟窿，家人们，那海上不是闹着玩的，1平米大窟窿咕咚咕咚往下灌水啊，你就沉了，对不对？发动机就在你1平米那个洞里面啊，你就冒黑烟了。大家知道啊，这种静态刚起步，你撞一下能有多大的劲儿啊？结果就这么一撞，日本生产这个船直接干出来一个大窟窿，不说，还有不少的裂味啊，直接就歘就干出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人就怀疑说，你那小本啊，你们这帮人是不是偷工减料了，把我的小猴子给我坑了，是不是啊？你这狗怎么做的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啊，也就是个小插曲，家人们，就那个小本的这个态度啊，他能咋负责呀？要么就鞠个躬，鞠躬不够的话就跪磕个头呗，那能咋道歉呢？说完这个小插曲，家人们，菲律宾还有事儿呢啊，还有大事儿。而且家人们，今天俄罗斯莫斯科又被乌克兰几个无人机给突袭了，但是据说是拦截成功了啊。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个事儿。那么今天家人们，时间到这儿了，